虎子，你这却又何苦？使君，没有字。搜他身上。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？族中内外酒坊361口啊！州县营田司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，衙前虚吏更是不计其数，上千条人命啊！区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虎子，你太痴了！天下汹汹啊，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。岂是你这区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？这是多少张？走进16个村寨，总共有216张纸契。太少了，干系太大，谁家都不愿惹祸上身。这200余张纸契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现纳的，还是许了春秋2代1成的戏子才肯拿出来的。多谢员外有心了。唉，不孝子孙，为豪门虚吏所害，连祖产都败得七七八八，10年不修宗庙，愧对祖宗，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。阿武，外面来人了，熄了灯火。事情紧急，确实要人去出国了。员外保重。却又是何苦来由？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，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陈昭月，一个姓晋的商贾，卑贱小人，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？高明府是君臣衙内，韩家岂敢忤逆？只是不知我家水田，如今还剩下几分？宁海方氏还有生计可谋吗？都是乡中父老，手脚放干净些，莫要让他们受罪。你先在这看看，我去叫人。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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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进才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何人下此毒手啊？
可是偏航不少。此处不是明州外海，如此大地上风，偏出个几百里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应该也没多远。看日头的方向，明州应是在西北。此处的话，应是在台州外海，不是宁海就是临海。下官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，明府。州属文札捉拿代运孙本逆案从犯陈兴。此处并无此人。你叫崔仁济？是。几时仕获得官呢？下官开运元年起，得任宁海县学博士。县学每岁钱粮几何？每季得米30斛，鱼肉脯各10，盐1斗，钱券各20民。可足用？县学现有学生36人，食用所费勉强而已。你若交出此人，我自州中每岁划拨给你米粮1000斛，钱券各500民，供你用度。可好？实在不曾见过此人。此人身受重伤，血迹至县学外百步而绝。不是来了这里，却是去了何处？人迹不知。回禀太守，明府内外均已搜检，未曾见到此人。此处下人何在？去，将此处下人悉数拿来问话。哦。启禀明府，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、诸道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，贺征旦副使、右卫大将军、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洪处率使团奉国姓归国，坐舟已在张安港内下锚，船闸宁海县署迎驾。下官宁海令高旭参见水丘公。罢了，免礼。实在是不知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。本没准备来宁海，但是在海上遇了风，行李俱疲，靠港岸歇歇脚罢了。仓促之间，也是难为你了。下官惭愧。坐，不必拘礼。多谢水丘公。下官3代俱受国恩，奉旨理当恭敬。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，这是下官之幸，亦是宁海之幸。此次能有幸面谒九郎君，实乃……海上风高浪急，九郎君受了一些湿气，整个人有些疲乏，正在后舱休息，倒不是故意要怠慢您这一位地方父母啊。却不知要不要紧，下官这便召集县中医师郎中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少年人体力壮，休息休息便好。你好歹也是个钱家宗子，朝贡副使，人家做县令的来拜，你却躲出来耍，怕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。你莫要说话了，快吃吧，这般新鲜滋味，大半年都未曾尝得，你不馋呀？这太平年下，能有一碗热酒喝，一块鱼肉吃，这般日子在北边时
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。雄才伟略，那是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事体。二位兄长尽管去争，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。我本来就是鱼帐子，素来胸无大志，能喝一碗热酒，也心满意足了。在汴梁的时候，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、为民请命的大英雄，我却听了一阵阵愣神。那般慷慨激昂、热血模样，私底下惹过好几回，那却真的是你吗？还是说现在这副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？你猜？还是家里好。用不着我这个被懒鱼帐子去做什么劳什子的大英雄，去为民请命。二位兄长，冯令公、桑相公，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，我吴越都不用去争。如今就是太平年。哎呦，如今竟是太平年，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？嗯，怎么说？吴越如今不太平吗？哎，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，逼着下了海，风里浪里，拿性命去搏生计。不肯下海的，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，拼命伺候了一整年，也还落不下个保暖；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，利滚利，息上息，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！小哥却说是太平年，你这不是说笑吗？休得无礼！没事，坐下。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，1斤鱼干当1筹，细柴10斤当1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1斤鱼干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虾蟹当2筹，细柴10斤当1筹，走吧。1斤鱼干当1筹，1斤鲜鱼当2筹，1斤精米当2筹。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，小人失礼了，官人莫怪。这是在接当人犯？回官人的话，这是州里下来的闸子，捉拿从逆的贼人。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逆的贼人。官人有所不知啊，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，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油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。幸好啊，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营察求好，这才揭穿了身份，连夜逃亡了。如今这县里、州里都下了严令，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，明正典刑。让开！劳烦了。又有心事了？没有啊。我阿娘说过，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，有时候比针笔还要小。平日里话说的好听，什么男儿胸怀四海，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，便家产不清。问了你不说明白，最是可恨。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，本也是凤毛麟角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谁是你岳母大人？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，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。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你才是货呢！哎，海风吹着最是舒爽，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，我先回去歇着。哎，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，却不是为了瑜伽那番话。不是吗？我看
他说完话之后，你就神思不属的，我还道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。哪有什么忌讳？我生在王侯世家，自幼锦衣玉食。我以为的太平年，和那余家以为的，本来就不是一回事。我是有些心思，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，而是为了米家。米家？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，学名唤作米绸。想要去买米的人，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，再拿着米绸去买米。一片米绸能买1升糙米。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，杭州鱼米市上，1斤鲜鱼还能买得5升糙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得2升了。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才忧心。可是，这5升米、2升米，这差在哪里呢？差在哪？差出一个太平年吧。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，传下一句遗训：不疏于逐策，只传诸子孙。道不过3，东南自安；古过于5，正猛于虎。说的就是米价。大唐太宗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的米价约5文10升，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去年15文还能买得5升米，可如今却只能买2升了。这便是苛政横行，其势如虎。子潘，老师，路上仔细些。学生遵命。宁海人祭拜。别看了，白纸无字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，白纸相照，本人没来，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，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，要当面相告啊。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。你真的看清楚了，里面只有一张白纸。卑职看得明白，那封拜书从未封口，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，信封上只有5个字：宁海人祭拜。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，特意用火烤了烤，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。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梁军，怎么了？郎君，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，名字叫沈银，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，乃是吴兴沈家人。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。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，自己却被抓了。正是，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。之前他已经暂署睦州知州，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，先是贬为台州总事，然后又贬2级，做了宁海县尉。这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进城了，造访县学。是，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。太守，都下去。太守，若是此刻陈曦就在县学，那我们慌什么？待不可坐以待毙，你即刻赶往县学，陪着水丘与9郎君，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县学崔仁济，万万不可让他胡说。
还有这个。到底发生何事？据本县民府和本州太守所言，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。一派胡言！几年前的案子，若是真的牵连其中，何苦拖到今日的？身为应天寺主簿，久秉入流，却生遭州县、应天寺联手追杀，甚至性命不保。吴越不是中原，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？因为此物，这是秋父纳凉的直器。是。重点在此处。开运4年9月辛卯。9月。可现下是6月啊。纳凉也不过开始了10几日而已，应该落下6月的脚气，可这上面却是9月辛卯。9月辛卯，是每岁秋父征纳的最后期限。这张直器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，唤作“先征后凉”。先征后凉，以两税法，秋父纳凉，先凉后征啊。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凉。是啊，这样的直器，若在12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，那吴越之地，便与年初之汴梁也相去不远了。郎君说得对，所谓先征后凉，乃亡国之政。宁海县令高旭前来侍奉九郎君水丘高。下马，退后。本官乃宁海令。这位兄弟，如何称呼？军务在身，你不当问，我不当言。是本官来到孟浪，劳烦兄弟通禀则个。让你的人扔了器械，蹲马路两边去。去年夏秋两季，明州、台州、温州3州连遭4场风灾，大王颁下明诏，受灾3州减免2岁2赋。所以，就是说，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，也不该有这些直器。可惜啊，若是陈主簿还活着，这些直器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、内外沆瀣、忤逆上旨、欺虐深民、贪渎聚敛的铁证。可惜他死了。死了会怎样？人死了，那这些直器就成了孤证了。如今市设一个知州，一个营田使，一个县令，就光凭这些，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。这位陈主簿，怕是没想过能够即刻拿人问罪，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，交由相府看问处置。陈兴临死之际，只点了程昭业的名字，那就明摆着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。一旦揭开盖子，怕是要朝野震动。陈昭月一介商贾，在地方上没有根基，反倒是信得过的。若我是这位陈主簿，我也会这么想。水丘公是国中重臣，可以直奏大王，奉教提调此案。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，在王都打个来回，拖延个3、5日，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。
区区这些直系，就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顾枪杀于县轩门口，足以见得他们亦是图穷匕现、急了眼之人呐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有这么3、5世的缓冲，再有什么样的首尾，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。怕是到时候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。水丘公的意思是，若今日去查，便能查得出来。